怎么了？没事。请问一下，住在这里的白景熙呢？她出院了。什么时候？今天早上，一个男人过来接她的，应该是她男朋友吧？两个人看起来比较亲密。好，谢谢。人都哭了，你还亲得下去？小白，锦溪，锦溪，你们快一点！我来收拾。好啊。别闹了。那行，你来收拾这些，我去铺床。好啊。我是说我去铺我睡的床，你睡沙发，想什么呢？你说我们就这么真的在一起了？对啊，就这么在一起了。好啦，我要睡觉了，你出去吧。嗯，出去呀，睡沙发去。不去。
你再乱弄的话，我可就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哎，停车停车！我就在这儿下，从这儿走过去。怕什么呀？领导那边我去说。不是，你说我们俩才刚在一起，我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多不好啊！朱小庄那边我会跟他说，让他不要再告诉任何人了，好不好嘛？哎，就听我这一次。你以前也喜欢这么撒娇吗？谁撒娇了？一会儿见。美女，不亲一口再走吗？神经！就亲一口。白警官早。白警官早。早。冷面早。早。那什么，老大，我去泡茶，顺便帮你也一起泡了。怎么了？烫着了？没事，只是烫了一下。没事。冷面早知道了。你怎么不早说？冷面，那个，帮我们保密好不好？你们随意啊，我什么都没看到。哎，老大，老大，两位老大，今天我宣誓啊，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守护神，我周小传永远站在你们两个人那边，你放心。干嘛呢，小川？表白呢？我也表白。你根本不懂。什么情况？喂，亲队。什么？好，我知道了。哎，从老大的表情上来看，应该是有大事发生了。有任务，马上出发。秦队，老徐，琪琪，来啦！徐医生，小川，秦队，这位是我们徐思白徐法医，你们应该都认识了吧？嗯，今天算是来报道的。本来想让他适应2天，结果遇到案子，所以直接把他拉到这里来了。以后是这样，他会继续待在我们的尸检所。如果我们有什么案子，他会优先协助。那太好了，徐医生，我们又可以在一起共事了。我对你不错吧？这么牛的法医，我也给找来了。辛苦了。分内的事。我们先进去吧。
前队，死者姓名周四锦，29岁 ，RGS 项目公司的主管，是个白领。死者面容姣好，只是他脸上的伤和淤青导致他基本改变了样貌。今日早前下过小雨，他的护士装上有明显的泥土和雨水的痕迹。现场发现一些证物，都是一些女性用品。初步判定为异装癖杀人。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死者身上的护士服明显有点大，也有点旧，并不合身。他的脖子上有一圈紫青，小腿和手上都是伤口，腹部还有胸口都是利器刺穿的伤口，还有这个石头。死者手腕、脚踝都有长时间性虐造成的淤伤，脖子上的勒痕是3到4次重复形成的，但均不致命。左肋、右腹2处膝关节有同一种武击打的痕迹，造成粉碎性骨折。初步估计为棒状物，致命伤是胸腹的利器刺穿，造成失血过多而死亡。尸斑已经开始融合，全身僵硬，角膜轻度浑浊。再结合尸温，死亡时间在14到17小时前，也就是昨晚9点到12点间。徐医生厉害，果然名不虚传啊！这边你们看一下，这个也带。他死前喝过红酒。红酒？怎么会喝红酒呢？迷奸的。除了致命的伤，其他的伤是死前还是死后造成的？全部为死前伤。我的现场工作结束了，今晚给你们详细的鉴定报告。我先走了。等你报告。尸体相对程度还需要法医检测。现场还有什么发现？这都在现场发现的一些证物，都是些口红啊、湿纸巾之类的女性用品。喂，看什么呢？犯罪心理方面，你有什么结论？小庄刚才拿来的资料说，上个月还有大上个月，发现的另外2名尸体，也都是在 CBD 工作的白领，几乎是以相同的手段被折磨致死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有组织能力的变态连环杀手。这种人的人格特点是非常鲜明的：高智商、冷酷、残忍、麻木不仁。他选择的对象是白领。相对普通女性来说，白领要更加独立，也更有自我的保护意识。他能成功的把这样的人诱拐、绑架，说明他有非常强的犯罪组织能力，还有自信心。当然，智商也不会差。所以我想，这个家伙应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还有收入。这个罪犯的标记行为是长时间囚禁、折磨，还有性虐待受害者，3到4次的濒临窒息，浑身上下都有被击打的伤痕。我想，他在慢慢折磨受害人的同时，一定感受到了极大的快感。他还逼着他们穿上护士服、喝酒，这一定是他性幻想的一部分。我想，他甚至于还逼着受害人进行过玩耍或者是交谈。他不一定有精神科方面的问题，但是整个精神状态是畸形和病态的。我想这个家伙，他的家庭条件未必差，也许还相当不错，但是整个家庭应该有很深的矛盾。他的病态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是有很好的外在条件来帮他做掩护。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罪犯。只是很可惜，目前线索还很少，我只能初步判断，这个案犯他的年龄大概在25到40岁之间，因为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精神病态犯病的年龄段。
而且精神病它一般会呈现出周期性的犯罪冲动。现在看来，这个罪犯的周期应该是1个月，冲动完之后，他就会又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里去。有道理啊。有道理，就3个字啊！我说了这么一堆，你就说3个字啊？哥发现，韩琛，还有什么发现？锦溪有些重要的结论，而我有2个发现，还有，现场少了一样东西。有2点发现，第一，案犯应该是开着一辆 SUV 抵达抛尸现场的；第二，他把尸体扔到这儿，就是根本不怕被警方发现。现场少了一样东西，就是死者的手提包。现场没有任何的血迹，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痕迹，所以说死者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被杀害，然后被抛尸到了这儿。初步推算时间，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9点到12点，而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下起了雨。尸体上有明显被雨水冲刷过的痕迹，所以说，他死后不久就被案犯抛尸到了这儿。人刚死的时候，尸体是很柔软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会产生湿化。尸僵化的时候呢，尸体就很难再被改变形状。据我们观察，这个尸体有一个小角度的蜷缩，很有可能是案犯在运输的途中所造成的。这么说来，疑犯他肯定开的不是一辆家用小轿车，因为内部空间太小。他开的也不会是一辆货车或者是面包车，因为空间够大，不用蜷缩，更别说这样的侧卧姿势。那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上周五下班之后就没再见过他。谢谢啊。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他上过一辆黑色的 SUV，但是型号和车牌没有特别注意，反正是辆好车。好吧，谢谢你。好，不客气。冷面，调了所有监控画面，没有任何发现，估计他成功避开了所有摄像头。你这边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 SUV 黑色，拍照呢？没有。 2名受害者因为已经相隔1到2个月了，所以并没有发现类似目击者。经过亲友证实，3名受害者并不认识。这就是我们调查结果。这样吧，我们先继续盘查3名受害者的日常关系，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以及是否有人跟他们有过交集。是。是。大家这几天应该很累了吧？保重身体，辛苦了。你们今天应该很累了吧？辛苦大家了，保重身体。好了，你们几个都去休息吧。啊，我去泡咖啡。2杯。我要牛奶。OK。你最近那么辛苦，一定要注意多休息啊。大家都很累。你比他们都累。徐医生，报告已经完成了。给他们送过去吧。我打电话让小白自己过来取吧。喂，小白，报告已经完成了，麻烦你自己过来取一下吧。徐医生不是有事儿吗？走不开。辛苦姐啊，拜拜。徐医生，那我有事，我先走了。这个报告就麻烦你给小白了。好啦，我知道啦，你当我3岁小孩啊？知道啦，放心吧，拜拜。
这家伙，老徐，怎么样啊？你这儿有什么发现？受害者的胃中除了红酒，还检测出了牛肉和鳕鱼。又逼着人吃，又逼着人喝，真够变态的。酒是进口的罗曼尼洛克干红，肉是上好的雪花牛排和银鳕鱼。我看了前2名受害者的报告，检测出的是一些海鲜和10年陈酿的茅台。有意思。谢啦，你的这份资料相当有价值。咦，你这儿环境不错呀，真好，咱们2个人又可以在一起共事了。哎，时间差不多了，一起走吧。你先走吧，我等一下小姚。哦，好，不要熬得太晚啦。先走啦。拜拜。老徐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一起走就一起走嘛。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还是他现在根本就不拿我当兄弟了？哼！你回来啦？回来洗个澡，然后想看看你睡得好不好。那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睡了，就听见声音才醒的。演戏真好啊！洗澡去。好，我去洗澡。你洗好啦？要不要吃点东西？不想吃。不吃。睡一会儿。不用了，坐会儿就好了。怎么样？案子的进度怎么样？工作量太大了，还需要时间。你呢？那个画像怎么样了？画像我基本上是侧写出来了，可是现在，就即使我侧写出他的性别、年龄、喜好、社会阶层，整个蓝市符合这个基本特征的人成千上万，我还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把它筛选出来。这就是我不信任犯罪心理的原因。你们总是在假设出疑犯最有可能的画像，然后再去人群中去寻找他。得出的结论根本就不是唯一的，就像是概率，但我们就不一样，我们是根据最确凿的证据，还有事物的客观逻辑，排除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再得出答案的。看来韩生是真的看不上犯罪心理了。你这个骗子！我没骗你，我就是告诉你犯罪心理的弊端。弊端？你告诉我。哼，不需要。白锦熙，你早就是我的人了，可我现在还像一个愣头青一样，一点一点打动你。好，那不说这个了。你现在不是还没头绪吗？那我们就再把这个读一遍吧。约好。我读。约好。3处现场均未发现明显的脚印和车轮印，尸体皆呈小角度的蜷缩，可以推断凶手作案流程稳定一致，用同一辆车运送尸体。
3名受害人均是 CBD 的白领，身上多处人为伤痕，胃中的残余物是在死之前2到3小时食用的。3具尸体伤痕的种类分布大同小异，手法娴熟。韩真，我好像想到办法了，我想到办法抓到他了。多亏了你啊，你念卷宗才让我有灵感。我也有办法了。要不然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就赌犯罪心理和传统刑侦到底谁先找到凶手。要是你赢的话，以后什么事儿我都依你；但要是我赢的话，我想要什么你都得给我。好。OK。这次变态杀人案，我们都来总结一下各方面的线索，尽快把这个凶手抓获归案。小白，你先来说说吧。好。首先，我推测，这名罪犯的年龄应该在30到40岁之间，相貌和气质都还不错。他从事企业中高层的管理工作，因为有比较高的收入，在女人的眼里看起来，他算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男人。我们已经发现的3名受害者，都拥有较高的学历、体面的工作，外形条件也都不错。那嫌疑人可以成功的把他们诱惑，说明他自身的条件也不会差。再加上受害人胃里面我们发现了高档的食物，就算是嫌疑人逼迫受害人吃下的，那也说明了罪犯的消费阶层和喜好。另外，他表现出了娴熟的作案手法，重度的精神病态，这都说明他不是第1次犯案，所以他的年龄不会太小。另外，3名受害者都在 CBD 工作，那我猜测，这名罪犯也是在这个区域里工作或者是生活，这样方便他观察、寻找目标。他是一名非常典型的有组织能力的连环杀手，高智商，可以对整个犯罪过程完美的策划，并且冷静的去实施。而大多数像他这样有组织能力的连环杀手，在虐待被害人的时候，都会使用到酒精。这跟他们大脑结构和冷漠的情感有关，他们需要靠酒精来麻痹、刺激自己。这从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当中可以侧面印证这一点。所以我猜测，这名罪犯他家里应该会有大量的藏酒，而他本人应该是有酗酒的习惯，但是在工作的场合他可以掩饰得很好。另外，在现场我们发现了2件非常重要的物证，第一是护士服，第2是丢失的手提包。目前看来，护士服所包含的含义要更明显一些。凶手是先给受害人穿上护士服，然后进行虐杀，这说明他的护士情节不是爱，是一种嘲弄，是恨。我想，这跟他小时候或者是青少年时期的某段经历有关，也有可能是过去的某段情感。不过我在想的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感，会让一个青少年对穿护士服的职业女性有这么大的仇恨？我推测，要么是他母亲的放荡行为被他看见，要么就是他遭受到了更直接的伤害，他被人换上护士服，然后遭到性侵害。所以，我建议我们在搜索的时候要注意几点。第一，这个罪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他说话富有感染力和煽动力。第二，他非常容易被激怒，很情绪化，而且病态的一种心理状态会让他对刺激的事物有特别强烈的欲望。根据他的职业还有收入，我推测他会喜欢类似于蹦极、跳伞、赛车这种比较充满刺激的运动。最后，他有娴熟的作案手法、稳定的作案流程和鲜明的标记行为，这都说明他
不是第一次犯案。那之前，他都可以很好的把受害人的尸体隐藏好，不被警方发现。可为什么这一次，他却公然的把尸体丢在一个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来吸引警察呢？那他会不会是挑衅警察，就像之前的那个 T 一样呢？关键是，为什么是现在？我觉得吧，肯定是突然遇到什么刺激，比如说亲人离世，被爱人抛弃，或者是自己得了重病。不是，这名罪犯的情绪特点很鲜明，他尖锐、偏激、敏感、细腻，报复性很强，以牙还牙。之前，他都可以成功的躲避警方的注意，那为什么这一次，他却突然的把尸体等于是公开了，公然挑衅警方？我猜测，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遭受的刺激来源于警方。在2到3个月前，他曾经被警方激怒过，可能是某起重大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什么过错被警方惩罚，也可能是因为某些案件找他来询问调查过，他被激怒了。所以，我建议马上核对全市各个警局的档案记录跟工作日志，寻找到符合上述所有条件的嫌疑人。大概就是这样。你说的很好。韩琛，你来说说。第一，我们可以抛开疑犯的年龄和相貌不管，他可以徒手将50到60公斤的尸体从马路上运送到林子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脚印和痕迹，他完成的很轻松。那么他肯定是一个成年的、强壮的男子。白警官，那么你刚才说的他自己被别人换上了护士服，遭到了侵害，我觉得可能性会很小。第二，嫌疑犯的作案手法非常的娴熟稳重，他肯定不是第一次犯案，所以我们就调查了过去5年间我们全市范围之内所有没有侦破的案件，凶杀案、失踪案，总共发现4起案件跟这起案件有相似处。那么由于之间的年限太长，而且他们分布的地方也不一样，分布在各个分局的管辖区之内，所以各个分局的人就没有以连环凶杀案报备到省厅。第三，从被害者的伤痕来推断，这个嫌疑人肯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居所，他用来虐待和伤害尸体，他肯定需要大量的水去冲洗地面，而且血水不能下渗。如果他住的是楼房的话，肯定在楼房的最底层。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筛查一下全市范围之内所有偏僻独立的房屋资料。第四，也是本案最重要的证物之一，护士服。这3件护士服的款式、大小、颜色全部都是一样的。经过我们初步的鉴定，它是全新的，没有经过水洗。鉴证部门现在还在深入的调查，他们会把这些护士服拿到市面上和市面上的护士服进行对比，他们会力争找到这个生产厂家，会找到购买的渠道。我们现在掌握的就是这些。潘警官，刚才白警官提到的3个手提袋，是否可以算重要的证物呢？没错，手提袋都是属于比较贵重的东西，所以我们在3个受害人的家中都找到了当时的购物小票，也去调取了当时购物时的监控。我们发现受害人都是独自或者是跟自己的女性朋友去购物，没有发现有任何的疑点，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购物的时间、购物的地点还有款式完全都不一样，所以目前来看，他们3个人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现阶段我们不会以手提包来当做是重点侦破的方向。好。上次那个案子，老大，太过张脸了，这次太厉害了你！我给你捶捶啊！那周小传，你倒是说说看，我跟你的这位韩神比起来，谁更厉害些？哎呦，你不能这样说。你们2个呢，分析的是各有千秋。你说的能激起别人的兴奋点，而韩神呢，每句话都有理有据。
你们两个都好，都好。是不是都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拍马屁的功夫可是见长。哎，谢谢夸奖。我觉得你这次推理比我好。哟，什么意思啊？护短了是不是？这不是分内的事吗？有情况，我跟你说啊，我可是学痕迹学的，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我的法眼。哎，干嘛呢？上班时间。肯定有情况。你别唠叨了行不行？我告诉你，知道的越多，死的越早。嘿，你这臭乌鸦嘴，死什么死，死什么死什么！我走了，我上一趟交通队，查一下替车的事。去吧。你刚刚那话什么意思啊？认输吗？这不是还没到最后呢吗？好，走着瞧。你这样做太冲动了，反而容易暴露自己。没有别的办法，就算为此丢掉了性命，也没关系。E这次暴露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已经尽了全力了，但是这次似乎警方已经做出了一些戒备，我觉得这次新家是在劫难逃了。L， 你这么做太愚蠢了，停止吧。我已经做好准备了。E，你说我们是一类人，所以我们都想要进入原本不属于我们的世界。那个人也一样。我想，他应该能明白吧。施警官，之前同城录的那段车祸视频，老六他们做了筛选，你看这里有问题。把这个监控录像给我调大屏幕上。好。停。这应该就是冒充法医的人，但看不清楚。小徐，能不能让画面变得清晰点？对不起，施警官，这个我做不到。我看你老大侧写断案的速度应该比你快。什么意思啊？我中午白请你吃烤肠了。吃了吗？喂，处理什么视频啊？哦，好，那我过会儿过去。什么情况？我去趟信息中心，老老说查出一个 T 的车辆视频，让我赶紧过去处理一下。那你去吧，我留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那我先过去了啊，小心点啊。哎。死者为成年男性，发育无异常，营养良好，尸僵已解除。死者腰部有一处5厘米左右长短的刀伤。致命伤是头部的子弹穿透伤，死者引弹自尽，子弹击中颈骨，从后颈处穿出，造成创面。这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来，帮扶一下。